在腓肠肌和胫骨前肌之间，它还有其他的肌肉，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它不明显，所以暂时我们先不用管。下面我们来快速的画一下膝盖部的一个解剖结构。这个部分呢，就是股四头肌。股四头肌里边的肌肉呢，我暂时先不把它们分开，先看作是一块儿。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膝盖前侧被遮盖的比较少，基本上是它骨骼的造型。那膝盖的前端，胫骨粗隆，皮下胫骨。然后在这里呢，这个股骨的下端和胫骨的上端，它的造型不是很明显，但是呢，这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遮盖。在这个骨骼上面，它是被关节囊所遮盖的啊，所以说骨骼中间的那个印儿呢不明显，两块骨头之间的那个印儿呢还有半月板连接，所以呢这边是比较平整的一个形，它上面有起伏，也不是肌肉的起伏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正面的，我第一条画的这个线呢，它是髂胫束结束在外侧，从髂胫束的后边伸出来，结束在腓骨头，那这是股二头肌，整个腿部的外侧偏直一点。然后在腿部的内侧偏弧一些，结束的位置低一些，在胫骨的下端。我大概能在这里看到一个向内凹陷的一个痕迹，这里应该就是股骨和胫骨之间的这个位置。刚才我们画了这个右腿的膝盖，下面我来默写一个左腿的膝盖。首先我们画一个左腿的髌骨，在髌骨的下方，我们找一个髌韧带，髌韧带连接胫骨粗隆。那么在它们的下边呢，我们画上这个脂肪垫。在画的同时呢，我把光源设定在右侧。那么膝盖连接的是腿上边的肌肉，前边股四头肌。现在画这是缝匠肌，缝匠肌结束的位置比较低，而且它是一个弧形，直接从上面跨到胫骨的下端。外侧这条偏直，它是结束在胫骨的外侧。在这里有一个隆起，一个小小的隆起，它是腓骨头。那么腿后边的肌肉呢，股二头肌也是附着在腓骨头上的。在缝匠肌下来结束的位置，可以直接往皮下胫骨走，从胫骨粗隆下来，在内侧面，这里就是皮下胫骨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一个左侧的膝关节就画好了。膝关节这个部位呢，略微有些复杂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多画几遍就能够掌握。其实虽然复杂，但是呢，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逻辑，一步一步的来画，然后一点点的去建立它整个造型，还是比较容易就能够掌握的。然后整个膝关节这个部分呢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规律，它的前侧还有外侧、内侧会有一些骨骼的结构，然后其他地方呢都是被肌肉所遮盖住的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这是膝盖的朝向，那么这里是比较硬质的部分，骨骼的部分，从膝盖也能够找到这个皮下胫骨的位置，其他地方都是被肌肉所覆盖住。那么这是整个膝盖部的一个解剖模型啊，各个角度的一个展示。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膝关节结构的内容，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去画几遍啊，多画几遍就能够熟练的掌握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下节课再见。